注意看，阿 Sir 将这位老哥逼到角落，退无可退，接着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但这结果似乎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本该撞上护栏的是老哥，现在却变成了阿 Sir。 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这位便衣队友正在给阿 Sir 让路，起因是他们发现一辆超速汽车却跟不上老哥的车速，这才刚刚开始就给阿 Sir 们上强度，想必这老哥定不是普通人物，于是便向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州警求助。随着赶来的阿 Sir 一直都保持着220公里的时速，很快便看见老哥就在前方的不远处。 才跑了不到半分钟，阿 Sir 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，这老哥的车速居然连倒骑充电器跟着都有点吃力。 一段直线加一个弯道，阿 Sir 没有占到半点便宜，甚至都看不到老哥的车长啥模样。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，他立刻询问队友老哥开的什么车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2018款的奔驰 S450，好家伙，居然是 S 级！这辆车搭载 3.0T 涡轮增压直列6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62，不仅搭载全时四驱，而且100公里提速仅需5.6秒，最高车速更是能突破250公里每小时。从动力数据来看，确实能和阿 Sir 的倒骑充电器有一战之力。但别忘了，这里可是阿肯色州 ASP 的主场，他们对自己管辖的每一条高速都了如指掌，220公里的时速巡航更是像家常便饭一般。此刻只是 NPC 给老哥让道慢了2秒，阿 Sir 便抓住机会趁机跟了上来。靠近的阿 Sir 成功读取到了老哥的车牌，但在向总台汇报的时候，他无法做到一心二用，导致车速大幅度降低。不仅被老哥拉开了距离，就连一旁的 NPC 也是看得不明就里。直到汇报完，阿 Sir 才开始再次加速。虽说好不容易才跟上，又被老哥再次拉开，但阿 Sir 相信能跟上第一次，就能跟上第二次。 按照事实来看，阿 Sir 这一次可能有点过于自信，因为此刻这条大直线如同夏侯惇看路易16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但在如此好的视线条件下，却依旧看不见老哥的车，恐怕老哥领先的距离已经超过了500米。但好消息是，这条直线长达15英里，没有明显弯道，阿 Sir 可以放心大胆的把油门焊死，抓不到老哥也能过足车瘾。 在这种大直线上，倒骑充电器的能力还真是没话说。老哥只是稍微有点松懈，阿 Sir 便趁机跟了上来。但不知道是老哥在缓解发动机的压力，还是故意在钓鱼。阿 Sir 好不容易才靠近一点点，他便再次加速，肉眼可见的拉开距离，显得从容无比，游刃有余。好家伙，这老哥究竟是什么实力？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，居然是一位已经达到了6星巅峰的大佬，难怪能将阿 Sir 玩于股掌之间。自知不敌，阿 Sir 立刻呼叫队友。 这一嗓子没有白熬，在附近执勤的队友收到了消息，一听说有机会能抓到6星大佬，立刻表示他可以在前方的匝道口设伏。像这种老哥和他拼车速和技术，无异于是想从吕布手上抢貂蝉和赤兔，哪怕是数量多，也只会变成混车队而已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趁其不备，给他来个偷袭。队友的这番分析有理有据，叫人信服，这让落后了一大截的阿 Sir 又有了信心。此刻他的任务就从截停变成了驱赶，不让老哥放慢车速，不给他思考的空间，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支援的队友身上。殊不知在3分钟前，他也是以支援的身份来到的现场，除了看清了老哥的车牌以外，全程是连尾气都吃不到。这再喊来的队友不会葫芦娃救爷爷吧？而就在阿 Sir 和队友商量好计策的同时，总台也查清楚了老哥这辆车，这是一辆丢失了近半年的奔驰，但期间出现了多次都没能将其拿下，可见这位老哥的实力确实非同一般。不过现在有了对策，阿 Sir 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颈椎差点甩出8公里。好在有妙剑 R9 揉锤肩颈按摩仪兜底，揉捏捶打齐发力，爽到阿 Sir 都没了脾气。后台好评更是多得让人心情多美丽。仿人手按摩头，能捶会揉，上揉脖颈肌肉，下按斜方肌，配合1200次每分钟高频捶打，揉走酸痛，捶散僵硬，比老师傅按的还到位。再开个艾灸炭热敷10分钟，把经络疏通，按完浑身轻轻松松。3档力度，5种模式，背个全身都能用。飙车回来揉揉腰，睡前捏捏腿，都比跑按摩店方便实惠。大家平时肩膀酸、脖子痛、颈椎不适越来越严重，还用妙剑按一按，手法配置很可观，使用体验也不一般。平时往肩上一焊，剪辑、追捕它都相伴。腰背打直了，站立也能窜一窜。年底买个送爸妈，语音播报上手快，精美礼盒有新意，而且续航也久。现在领券叠加活动超抵入，保价送运险、质保售后也都有，大家抓紧上车。而就在这时，队友传来了好消息，他已经在前方的匝道口准备好了破胎器。阿 Sir 一听，连忙减速变换车道，但他发现眼前一切如常，根本就没有看见队友。这时才反应过来，队友守住的是下一个路口。
这看似无关大局的操作，实际却是极其严重的配合失误。阿瑟的这一波减速给了前方老哥极大的操作空间，啥也没干就化解了前有狼后有虎的局面，甚至现在一度都不知道老哥走的哪个车道，没办法给前方准备破胎器的队友提供有效的信息。随着离埋伏的地点越来越近，阿瑟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，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亡羊补牢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的 NPC 集体放慢车速，看样子是队友开始行动了。阿瑟不敢耽误半点，立刻加速跟上。才刚靠近，就发现这老哥用一个潇洒的走位成功避开了破胎器，但你猜这不到5米的距离，在高速上的 NPC 能不能避开？好消息是他刹住了，但坏消息是他身后的面包车没刹住，倒是让 NPC 体验了一把前有狼后有虎。我们还是把镜头对准老哥，虽然刚才他晃开了阿瑟的破胎器，但车速也因此受到了影响。此刻阿瑟抓住机会想要亡羊补牢，正在一点一点的靠近。这场匹配持续了5分钟，直到现在才第一次看见老哥的真面目。而前面的教训也让阿瑟意识到他只有这一次机会，所以哪怕前方有 NPC， 他也依旧在步步紧逼。看老哥被迫走上了 VIP 车道，阿瑟连忙靠近，不让他变回来的同时，寻找可以贴贴的机会。而此时的车速已经达到了210公里每小时，认为时机成熟的阿瑟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这一下老哥纹丝未动，可阿瑟却是彻底失控，摧枯拉朽一般横扫一片护栏，速度慢下来之后，才利用惯性缓缓把车停到路边。这一波操作可谓是万分惊险，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截停操作。现在我们回看来分析一下刚才的情况，阿瑟这一波出现失误原因有3点。第一个是他的操作过快，他是直接朝老哥撞过去，被反弹了回来。那从我们往期获得的经验可以看到，正确的操作应该是以极其相似的速度贴上，然后打方向将它顶一下。当前车后轮受到了侧推力的影响，就会偏离原来行驶的方向，带动整车发生偏转，不像阿瑟这般直接开撞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这个技术叫做贴贴。而第二点就是因为老哥这辆奔驰 S 级的本身全时四驱加主动空气悬挂，在被撞击的时候简直是纹丝未动，而且从老哥的车头可以看出来，在接触的瞬间他甚至还有主动发力，这6星大佬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至于第3点，那就不得不佩服这位阿瑟的八字和勇气了。当他撞上护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保险杠起飞了，乍一看很正常，但别忘了正常的警车都是有防撞梁的，但这位阿瑟却没有防撞梁，还敢用210公里的时速开撞，只能说这位阿瑟的勇气比技术更胜一筹。虽然没能将老哥截停，不过万幸的是，在护栏和钢索的缓冲下，阿瑟并没有受伤，又成功多活1天。至于从5星大佬掉成小黄鸡会被队友笑话多久，那咱就不知道了。就这样，这位老哥一路向前，看似什么都没做，却成功摆脱了阿瑟，还毁掉了一辆道奇充电器。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不愿意暴露姓名的阿瑟长什么样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